我们结婚都10几年了，从一开始有了这个孩子，我就对他的将来抱了很大的希望。结婚那么多年，我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孩子上小学，我就想给他找个最好的学校，宁可自己砸锅卖铁，我要给他换个学区房。孩子长大了，他应该出国留学，以后有个更好的前途。为了完成他的计划，天天让我勒紧了裤腰带，让我省钱。我觉得这种生活太压抑了。我跟孩子过得特别累。他爸总是不理解我，我一点都没有做错，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有什么不对吗？所以经常我们就吵架，一气之下我就跟他离婚了。说实话，现在我跟孩子过得特别好，无拘无束的。现在呢，他又要复婚，对以前的生活我真的怕了。如果不改变他以前的毛病，我觉得复婚也有必要。我不知道这个男嘉宾的生活有多压抑，压抑到离婚哈。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来有请。男主人公老赵43岁，来自北京装修公司主管学历高中；女主人公对铁38岁，来自北京职业会计学历高中。来有请两位。复婚是谁提出来的？是我。离了多久了？3个多月。当初干嘛离呢？因为孩子的问题。结婚这么多年，他懂太多的想法，有孩子要买房，孩子这个上学要换房，还想孩子出国，又想全家移民。我就是一个工薪家庭，你说那可能吗？这是？那我这些不是都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吗？孩子多大呀？13岁。男孩女孩？男孩。孩子上这个小学的时候呀，他给我这个提出了换房，换学区房。他说你真没脑子。现在谁家孩子不上重点小学呀？他就这么说嘛，说我想的也有道理，是吧？然后当天下午我请假了，带着我去了好几家重点小学去看。我一看人家那个重点小学的设施啊，跟那个环境啊，也确实换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手里没那么多钱，首付都不够。剩下的钱我想办法了，是啊，我没让你操心啊。他想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了几天自己把钱背回来了，我们家亲戚呢自己去借的。我一看还差的挺爷们儿，这家伙比我强多了。那不就行了吗？行了，我就说你不知道，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套啊！我怎么给你下套了？我都是为了孩子能有个更好的前途嘛。这个事情就来了，刚上了没有2个月，又开始提出来了，说这孩子啊，得给他报个兴趣班，还得让他有个一技之长。你看哪个孩子不报兴趣班？不是，孩子都要有一技之长，对不对？你让孩子喜欢的报都是这样的。我儿子喜欢爱动，我报那个轮滑。我就没经过他同意，我给他报了，他不高兴了。轮滑有什么用？那是特长嘛。那你们给报的什么班啊？钢琴，那多陶冶情操啊！你是陶冶了，这孩子不喜欢，他坐不住，他怎么陶冶呢？多练练，那不就行了吗？从小孩子就不能咱们输在起跑线上，别人的孩子都能跑了，咱们的孩子到时候还刚学会爬，您觉得呢？是不是？最可气的当年春节，他表姐家一个孩子在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了啊。带了点这个澳洲的特产，当时呢都在一起眉飞色舞的说的，他受不了了，那不行，那我必须得让我儿子出国，将来就得跟他似的。那不是孩子还小吗？那不是10几年、10年以后的事吗？他那意思从现在就得开始啊，从现在开始就得勒紧裤腰带，咱们就为了省钱，为了让孩子出国有更好的前途。为了省钱啊，为了就是说要勒紧裤腰带，每天一大早他起来跑到早市上，跟那帮大爷大妈们抢着便宜菜。我们家吃的水果呀、菜都是人家好几天卖不了的。这个孩子的不是没变吗？是一样。平常呢，他就做点面条。那你们3个月前离婚是为什么？就为这些事儿是吗？为了这事儿。谁提的呀？我。您就同意了？只是一气之下嘛。他当时让我天天得发誓，宣誓。宣什么誓啊？这个为我志愿把儿子跟我媳妇跟我老婆一块努力这个要不乱花1分钱。要这个。你即使宣誓了，那你做到了吗？你也没有做到。不能这个迟到早退不能有小金库。那你还是存了，你还是私自留下钱了。留了多少钱啊？200块钱。咱不是说这钱的事儿，您知道吗？而是说什么呢？就说这事儿。身上揣200块钱，他不过分吧？不是，您不知道。我呢，平常的这个有这个就是全勤奖嘛，每月700块钱这月涨了200块钱，我给他700，平常他知道啊，都交给他平常儿子要吃个肯德基、麦当劳的呀，他说不行，那垃圾食品不能吃，人都说不让吃了，你什么就不能吃？你不就是吃那钱吗？我掏200块钱，我带儿子吃那个麦当劳去了。结果我给孩子说了，你回家可别说你说你妈不干。儿子叛变了。没有，他回家都不吃饭呀，他吃饱了。妈问你怎么不吃饭呀？我不饿。你为什么不饿呀？
3炸2炸炸出来了啊！这给我闹吗？因为这200块钱。不是说这200块钱的事儿，而是说我辛辛苦苦，然后做完饭了，你们倒好，出去潇洒去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我上了1天班，加了1天班，我做饭白做。接着说，到底为什么事儿离的婚？为了孩子出国，办了一个海外学习基金。我们家呢要从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费里面要节省一部分钱存在这里面，烟也不让我抽了。我呢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我就喜欢跟朋友钓钓鱼，你知道吗？啊，还好了，2天以后我找不着鱼竿了。鱼竿呢？扔了。说什么你弄这个事，我让我丧志。人家单位同事聚个会，你 AA 制你没法去啊。你怎么去啊？你没钱，人都掏钱了，你不掏钱白吃，丢人不丢人啊？是。我给你钱了。啊，对，1月50块钱，1个月50啊？对，50。其他的费用都是我来交的，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发小找我来了。你要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平常单位里面人聚会什么都不叫我，叫我干嘛呀？知道你让家里的事儿是吧？人不叫我。一个发小来了，说要请我喝酒吃饭去了。这哥们儿啊，喝多了，趴桌子上了，结账啊！我怕他没钱呢。然后我想，对，我有个信用卡，我一刷去吧哈，刷完了回头，你最起码这会儿不得丢人呢啊！我一刷，他给我停了。我觉得这个信用卡就比较害人，为什么呢？你这还没挣钱呢，你就先把这钱给花出去了，花完了咱们还得还。后来我没办法，我那个问他，我说那就凑点钱来吧，我就结账。告诉你，咱家这个礼拜的生活费就183块6了，就能够你到发工资的了。我没办法，我想打电话，我那个晕倒的哥们的爱人来结的账，我现在都没脸见人家。你把人喝倒了不送回家，还让人来结账？啊，让爱人来结的账，丢人吗？你说？人家也理解呀，人家知道咱们家这种情况，知道咱们孩子要出国，所以说该省的就得省，那不叫理解，不该花的钱就不要花。最可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咳嗽，他说没事，季节的事，喝点水就好了。啊，我就喝了点水，我3、4天不好。那天有点发烧，我给你买药去。我买了，我买了2毛钱一片吃条片。夜里面我给他买的。2毛钱一片吃条片，我自己去的。他说你干用吗？我一会儿一出汗就好了。管用什么呀？不管用啊！发烧烧到才40度了，迷糊糊的了。对，送医院了，检查肺炎。就在这个年代，像你这样苦大仇深的男人也不多，你知道吗？是啊，我可理解了。他要一走，这孩子出国的计划不就彻底泡汤？你怎么会同意跟他离婚呢？因为我就想要把房给卖了。哎，我们马上就要移民了，那你说还留着房干什么呀？你什么时候要移民啊？他不是，你看没有？听明白了吗？什么时候？刚才前期是孩子出国啊，现在慢慢的想着什么？人告诉我说，他全家都移民，那新西兰才100多万，都去，他还陪着孩子呢。我说陪着孩子去。因为我后来有个想法，我觉得孩子自己出去，哎，不放心，我们一起去不是就好了吗？到时候还能照顾孩子，在那边哎做点小生意还能挣钱，那多好。新西兰移民100万移不了吧？新西兰移民门槛挺高的。兴高采烈的给我打开那 QQ 群说你找你100万，我说就是说你这个弄齐了，我到那儿去，我说你怎么生活呀？做点小生意不是就行了吗？哎，做小生意能做吗？语言都不通。学嘛，逼着我学，所以说就学英语。这就逼着我学英语，还逼您学英语啊！我中文都说不好，让我学英语，背单词你也不会了，你对这个家不负责，这就上纲上线，讲道理啊，弄得我特无奈。为了孩子能出国，那你肯定得认真学吧？是不是？你如果不认真学，你说怎么你知道吗？就是保险金不够怎么办？还要卖房啊！卖了房家都没了，过什么呀？现在房卖了吗？没有啊，离婚了卖什么呀？房子给谁了？房子我。哎，你行啊！孩子给我呢。那孩子倾向于谁啊？我呀。我们来听听他们家孩子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啊！来听一听。我妈妈不在这段日子里，我过得非常幸福。没有人会逼我去上那么多的课外班，也没有人会因为我跟我爸爸吃了一顿肯德基而骂我。我像别的小孩子一样幸福、快乐、自由自在。但是我打心眼里希望我妈妈能够回来，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当妈的一听儿子这话受不了是吧？你除了儿子的问题，就是你们俩感情还行吧？就是跟他一块过怕了啊，真的。那你心里还有他吗？我看儿子心里其实还有他，你心里还有他吗？你要说完全的把他忘了，那不可能。孩子想他，有的时候吧，我也想，你说自己毕业这么多年了，但是我这3个月可过得特别舒服啊。跟孩子我们无忧无虑的，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生活，你不用想那些异想天开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对不对？也不是异想天开，哪个母亲不是说为了孩子，这闹得家都没了，成龙啊？到现在他不明白，你就退一步呗，对不对？到现在他不明白，孩子一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觉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赶明长大以后能够有出息。我没为我自己多想一点啊。他现在都不快乐，他长大出息得了吗？你不想想？他怎么会压抑呀？他能不压抑吗？刚才电话里我听到好像说是压抑吗？挺辛苦的是吧？整天的跟我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谁发明的，那太可恨了。我耳朵听讲了，他就非得想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好吧，事儿基本听明白了，怎么办就看你们的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人呢有2个角色，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我觉得你这2个角色呢都做得非常失败。别人家都已经齐心协力的奔小康了，你们家好像都快退回旧社会了。别人的老公都有面子，然后有朋友，你的老公是羞于见人，因为没钱呀。别人的孩子都能得到妈妈的慈爱，而你只是对孩子说学习、出国。你这种种种作为是把你的孩子和丈夫越推越远。但是我觉得哪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望子成龙啊，都是这样，都希望他能有出息啊。是你说了，将来你说了，你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你这么做会让他累死在起跑线上。对，我就这意思。你根本就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老公需要什么，最起码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你看看你现在。但是他也需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呀。他连家都没有，他的未来在哪儿？谁给他未来？你们现在已经都离异了，他已经缺失了这个家了。为什么选择了父亲呢？父亲不逼他。我跟孩子玩可好了，他说跟我好。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父亲的感受交流一下。我也有一小孩，我也同样面临着学区房，小孩要成长。但是你知道我小孩现在4岁，最大的特长是什么吗？开玩具车。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吗？坐公共汽车。所以在入托的时候，幼儿园老师让我写你们家小孩的特长和兴趣是什么，我只能说可以识别出很多的汽车标志，并且熟知北京的交通线路。因为我知道小孩快乐我就快乐，而且我也知道在不久将来他会学业很繁重的，我想让他能够珍惜他眼前的这份无忧无虑的快乐。比他还小的小孩会识很多的英文字母，会很多的技能去学跳舞，但我不让他去，因为我希望他能快乐，而快乐是他最需要得到的。而这个你给你的小孩了吗？你有给吗？他有时候也有啊。是什么呢？睡着的时候。是什么？睡着的时候。你老公说出了你孩子的悲哀，孩子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快乐，你一定要做改变。不怕人做错事儿，就怕好人做错事儿。也不怕好人做错事儿，就怕好人自以为是的做错事儿。你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做错事儿的。举个例子吧，很现实啊。我小时候10几岁吧，就是生长发育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啊，就觉得小孩可能营养不够，长不高，就给他流行吃那种口服液。你给烧坏了吧？不，我说的是真事儿，我说的是真事儿。结果就从10几岁开始，他再没有长过个。为什么？因为没有激素，母亲是好心，要给儿子增加营养，结果儿子从那么小就没长过个，从此以后就一直身高受歧视，还经常被赵川拿说是。你听得懂我刚才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吗？就很多母亲都是这样的，她是真心为小孩好，也真心是把小孩活生生的给逼残了。父母啊，都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是你刚才说一句话说，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特别讨厌这句话。我也讨厌。我跟你说这么一句话，从来没有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往往都输在生活里面。起跑线上不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成就。在幼儿园里面，有些孩子特别能干，从小班进去开始会用筷子，小班啊会用筷子自己夹菜吃。有一些很早开口说话，有一些很早就会走路，这些孩子未来就有出息吗？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参加奥数比赛，结果我读大学的时候150分的数学考60分。
为什么我的数学会那么差？后来就因为考奥数考伤掉，从此以后非常讨厌数学，我看到数字我就讨厌。我想告诉你什么是生活。我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想告诉你，好的生活3点：快乐、亲情和享受。一个小孩如果从小没有得到一个快乐，你填鸭一样的灌输他东西，他可以学得很好，可以得到知识，但是他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因为一个人要得到一个很大的成就，他最重要的也许不是知识，而是心态。一个人心态坏，他的成就肯定是有限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亲情。一个家庭，如果你所谓的我对孩子的爱、对丈夫的爱是一种逼迫，是要大家勒紧裤腰带，看个病都只能吃2毛钱的药，这是亲情吗？这是凉薄。你是在控制这个家庭，你不是在爱这个家庭。你所有的爱都是逼着人家往你的轨道上走。你丈夫，你看多么欢喜的一个人，他是有想法、有思想的，他已经一再的迁就你。他为什么迁就你？因为他爱你。你利用了他这样的一种尊重跟爱，一步步把他逼到了几乎就可以说是绝路上。你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吗？第三个，享受。其实说真的，要望子成龙来，为什么？等到望子成龙了，有一天小孩送出国，他再也不回来，你这辈子可能也就是隔1年见一次，隔1年见一次。到老了你会在想，我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跟丈夫这么含辛茹苦，勒紧裤腰带把人送走，就是为了我1年见他1次吗？你想要这样吗？如果你们的生活里面连一点享受都没有，你到了50岁到60岁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在过什么？你儿子一直在被你逼着去出国之前，他可能30岁之前他都没有享受过人生，你觉得他的心理是健康的吗？没有童年，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妈给我安排好的。你的丈夫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看他的态度，他很想跟你复婚。他今天到这儿来，只不过是想让我们教训你一下。所以说，趁着大家对你还有亲情的时候，低个头，服个软，安安静静的融入父子之间，去享受一下生活，把自己的心放开，把自己所有的执着放开，去看看儿子，带他去吃一次肯德基，又怎么了？女方长得很像我妈妈年轻的时候。问女方几个问题：你儿子成才的标准是什么？出国回来以后能够找到好一点的工作，收入比较高一些。我说他要是没成功，这很有可能吧？那你的孙子要不要再继续延续这个标准？那他说了不算了。然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人生意义在于什么？我觉得就是孩子吧。如果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了把自己的儿子抚养成才，然后再把自己弄死，人生没有意义。如果人生是一场短跑，起跑很重要，但很可惜，人生是一个没有长短的马拉松。你有能力跑多远，你就跑多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存技能是行走或者是跑步，而你的生活是看沿途的风景。所以有些人选择了走走跑跑，跑跑再爬一爬，而有些人选择了急色匆匆的跑到终点，结果半途就挂了。你的儿子如果在你的簇拥之下急速的往前跑，却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失去了沿途的风景，请问你拿什么来还给他？我们现在洗进脑海当中所有的印象，能够想到童年的就是给自己带来的玩具的快乐。第一次玩什么玩具？玩枪，或者骑自行车或者第一次去公园，第一次看到猴子。如果我的童年没有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缺，而作为一个人来说，这个缺你终生无法弥补。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论坛，有一个爸爸生了2女儿，双胞胎，他带着自己的2个女儿去周游全国各个城市，他一路要到各个风景区去，只要经过了某个城市的大学，他都要到大学里面去，经过了一些贫困的山区，他要去拿小礼物去慰问那些孩子们。这2个孩子非常的快乐。
当两个孩子旅游完了之后回到学校，他们的眼界开阔，他们在思考问题、清醒乃至于礼貌和人文各个方面都比那些看似拿奥林匹克冠军的孩子要强得多，因为他们的眼神当中闪烁着不光是智慧的色彩，而且有更多的宽缓和亮点。所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于幸福和快乐，生存只是技能，生活才是目的。你说你一天到晚苦哈哈，逼着自己的丈夫两个人恨不得天天吃菜叶子来供养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真正的如果要是成了才，当他知道自己的成果是因为你们通过这样的节衣缩食的方式，让自己的父亲在别人面前羞于见人，让自己的母亲长年累月一件新衣服都不肯买，你知道他内心会有多大的伤痛，他会非常的蔑视自己所获得的任何成功，因为这是自己的父母的血和泪换来的，他会愿意要吗？我刚才说，我说你长得很像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我的母亲早早的走了，06年走了。她是一个瘫痪的人，从生我开始下来就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从我会走路的那天起，她就不会走路。所以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就是希望能够让她有一些自豪感，让她过得好一点。可偏偏我妈这个女人特别的节省，她在瘫痪的那一年开始，已经没有一级工资加了。她到走的时候，每一级工资才198块钱。拿了30多年，但他给我留下了11万元的存款。我拿那个存款买房子的时候，我的心是在滴血的。所以我跟所有的母亲说，年华易老，趁这个时候好好的应该享受，孩子是要顾，但自己的日子也得过，千万别等孩子成了才了，自己垮了，孩子也报恩无门，你呢也含恨而终，那样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好吗？就这样。其实大姐，你挺善良的，妈妈的心我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劲儿使错了地儿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叫我家有个中等生，这个夫妻俩很优秀，生了个女儿，说在考试的时候永远中等偏下，中等偏下，同学们会弹钢琴的，会跳芭蕾的，都特别优秀。他女儿啥都不会。一帮孩子在聚会的时候，他女儿永远在扫地、打扫卫生。哎呀，这夫妻俩特别发愁，就觉得我们家闺女这怎么老这样，这没出息。突然有天老师让这夫妻俩去学校，打电话说你来一下。他俩很紧张，以为出什么问题了。你猜发生了什么？老师让学生投票，你心目中愿意跟谁做朋友？全班你最喜欢谁？他们班50个孩子全投的这个女儿。你不觉得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啊？我们人生那么短，你把自己整得累的。而且你看这个大哥，我觉得他特幽默，那么好一个人，你给他50块钱一月，他也跟你过着。你说这也挺难的，对吧？所以就说开心点，要做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非常重要，否则您太累了。实话实说，妈妈们平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太少了。我员工里面有好多就是适龄的这个母亲，看这群妈妈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这群妈妈从挑学籍开始，一步一步的计划，从各种这个蹲点班开始，一步一步的盘算，呕心沥血，真的不容易。但是妈妈们恰恰忽视了几个问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个教育商业机构提出的口号，并不是教育专家提出的口号。它其实有很多商业利益的驱动。今天老师们这些话，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们不讲孩子怎么成长，我们只讲个体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该读什么样的学校，读什么样的学校，让他快乐的跟班去学习。千万别做那些超越孩子内心的事儿。没有人可以规划另一个人生。当你规划儿子的时候，规划老公的时候，你把自己丢了，所以你把家也丢了。希望你能想清楚。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他们自己的时间，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吧，我为这个家呢也付出了这么多，为孩子呢也付出了这么多，我的心意是好的。希望孩子呢长大能够有出息，可能我就是把他们逼得太紧了。
我可能也应该试着改变自己，希望我们也能够回到原点。你能改变吗？我觉得吧，一个家庭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就够了。他不要想那些就是做不到的事情，你回到现实，好吧？但是我觉得在孩子的教育方面肯定是不能放松啊，也。好，来，请亮灯。妈妈还是有一个现实的担忧，已经听明白了。爸爸可能也不是说要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是吧？对。而是说怎么更科学的让孩子去学习。老公的说法你认同吗？还可以吧。好，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现场的观众都很年轻，觉得这两口子应不应该在一起？来，各位请选择。好，现场有77.27%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其实在情感生活当中真的有几个坎儿，碰大坎儿的时候需要冷静。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5、4、3、2、1，请开门。孩子也希望妈妈给我抱一下来吧，但是别像以前那样了，好吗？以后我就跟你有什么事情都商量着来，然后咱们两个一起管钱。钱你管，主意我拿，是吧？我看你们俩其实过得挺幸福的，是不是就觉得我们那戒指特好，来拿那戒指来了？有戒指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来，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这个就代表你最爱的人，你想跟他有一个表白，爱要有你才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的时刻。老婆，忘掉以前，我还是那么非常的爱你。谢谢老公，谢谢你能原谅我。以后一个月给多少零花？多给一点。多给点，这意思不给了。信用卡给人开吗？这个就算了。你还攒钱干嘛？其实我特别想提醒妈妈想一件事情：如果你们为爱一个人而丢掉了你们自己的爱，如果没有爱，这个人从何而来？你们把最根本的东西都拿走的话，你们还真的爱他吗？你们的幸福对孩子来说才是最大的幸福，并不是他的成功。祝两位幸福，祝全家幸福，请回。